孤隼，那个据说很年轻的华夏特种兵。变态狙击手的眉头挑了挑。没错，就是他。通讯器另外一端说道：我如果是你，现在就离开，有多远就走多远。不至于这般小心吧？孤隼又不是因我而来。这个变态狙击手似乎并不认为孤隼和自己能够产生什么联系。他接着说道：我最完美的作品就在眼前，他今天的表现实在太惊艳了，如果不能趁机多欣赏几眼，我会很遗憾的。你不要这么神经病，都什么时候了还要这样？通讯器另外一端明显加重了语气。你难道不知道孤隼已经秘密晋升了少将，他是华夏近10年来最传奇的兵王。然后呢？变态狙击手依然在透过瞄准镜寻找着许家烟的身形，他微笑着说道：10年来最优秀的兵王，碰上20年前最优秀的兵王，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我真的很期待呢。他舔了舔嘴唇，眼睛里流露出了一抹疯狂之意。通讯器那端沉默了一下，随后说道：我差点都忘了你以前的辉煌了，好吧，注意安全。最近我不会和你联系了，我可不想有什么把柄落在暗影和孤隼的手里。变态狙击手语带微嘲地说道：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谨慎的过头了，都坐上那么高的位置了，实在没必要。那一端说道：我正是因为这么小心谨慎，才坐在现在的位置上。如果蝮蛇组织保不住，我会与你们就地切割。另外，提醒你，不要大开杀戒，更不要让人知道你还活着。这句话说完，通讯就被切断了。我要是大开杀戒，银月这群人一个也活不了。呵呵，华夏最年轻的兵王，有点意思。这个变态狙击手说这话的时候，其实没有任何的嘲讽之意。随后，他的枪口忽然一转，直接扣下了扳机。砰！子弹激射而出，穿过了层层树枝，精准地钻进了一名银月杀手的肩膀。后者的身形一歪，直接摔出了隐蔽点，随后又立刻翻滚了回去，没死。3秒钟之前，这个杀手的身形稍稍一晃，便被这位强大的狙击手捕捉到了身形。许家烟趁此机会一跃而起，拉开了工具房的门，直接冲了进去。2名银月成员紧随其后。汇报伤势情况。许家烟说道：皮外伤没打到骨头。那个受伤的杀手说着，已经重新隐匿了身形。不错不错，原来把我都给骗了。这个狙击手盯着瞄准镜又看了2秒钟，这才意识到自己中了调虎离山计。不过他不仅没有任何愤怒，反而对自己的作品更满意了。显然，刚刚那个中枪的银月杀手就是在故意暴露自己，为的就是吸引狙击手的注意力，给许家烟的突入争取时间。而这时候，飞鱼小队的狙击手开口道：汇报发现敌方狙击手踪迹，请示是否攻击？许家烟此时已经从工具房里走出来了，他进入了1楼的走廊，说道：暂不攻击，你不要暴露位置。银月的狙击手实力虽然不错，但明显不如那个变态更老辣。许家烟不想再看到2支小队再出现任何的减员了。官职：1楼到地下室的楼梯与走廊区域没有探测到守卫力量，但不排除对方铺设隔热材料阻隔探测。未央的声音在许家烟的通讯器里响起。许家烟说道：那个狙击手已经……话还没说完，未央便说道：屠戮小队马上赶到。这么快？许家烟有点意外，毕竟未央在不久之前才说过，援兵还得需要好一会儿才能赶到。
驼鹿也是银月的主力杀手，但和许家烟所不同的是，在未央上任之后，便有意识地把驼鹿和他的小队往高科技的方向培养。虽然集训时间不算长，但以未央行事的高效率，此刻应该已经收到了不错的成果了。果然，几秒钟后，天空之中便响起了嗡鸣声。那变态狙击手抬头一看，几架无人机已经出现在自己的视野里了。银月蜕变了，不错，越来越有意思了。我好像找到了当年在非洲作战的感觉，好像我的老对手已经在华夏身居高位了。说着，他开了一枪。砰！轰！一枪过后，一架无人机被精准命中，当空爆炸成了一团火光。原来这无人机上全部携带着炸药。这一枪过后，剩余的几架无人机皆是迅猛地朝这边扑了过来。那狙击手不慌不忙，抬手又是稳稳当当的2枪。2架无人机被当空打爆，还剩下3架。他似乎懒得再开枪，而是说道：给我把这几只苍蝇干掉，顺便告诉会所里的那3个家伙，如果他们3兄弟敢让我失望，那么我会追杀他们全家到天涯海角。说完这话，这个变态狙击手转身就走，甚至都没有回头看一眼。只是随着他的话音落下，从后方的山坡上忽然射出了骤烈的火线。加特林，哒哒哒，子弹犹如暴风骤雨般射向了天空，2架无人机躲避不及，当空爆炸。原来这个变态狙击手在附近早就布置了埋伏。从这个机枪手的埋伏位置来看，他并不是为了防御银月的杀手小队突入10号藏匿点，只是为了防止有空中威胁来接近那个变态狙击手。后者提前预判到了银月的作战方式，战场经验明显非常丰富。看到加特林的火力如此猛烈，最后一架无人机立刻拉远了距离，升上了高空。加特林扫射了一圈，没能打中这架无人机，随后便暂时熄火。然而隔了10几秒钟之后，这个机枪手的耳朵里忽然出现了嗡鸣声。这声音一经出现，迅速放大。这个机枪手本能地抬起头来，赫然发现头顶上方一架无人机正加速落下。轰！他根本没来得及抬起沉重的加特林，无人机自爆所引发的火光便将其彻底吞没了。与此同时，许家烟手中的长刀直接洞穿了一名蝮蛇成员的右边胸口。这一刀并没能穿透心脏，但是许家烟手腕一震，一股强悍的力量从手腕传递到了刀身之上，锋利的刀身便被横向一拉。在这样的力量加持之下，犹如热刀切牛油一样，直接将对方的胸腔剖开。后者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来，胸口的鲜血便大片泼洒出来。果然，别墅里是有埋伏的。未央安排的热成像仪被隔热材料阻挡了，对方能想到提前预备这一手，说不定还有其他的后手。此时，许家烟身形连转，速度极快，他冲下了楼梯，长刀连续挥起，又是2名防守者被劈倒在地。2名跟在他身后的银月杀手甚至都没有找到开枪的机会，敌人就已经全都躺在地上飙血了。飞鱼带领其他队员进来清理敌人。在对战的同时，许家烟居然还能有余力对着通讯器下命令。他的身形冲过楼梯转角，刀光连斩，又劈翻了3名没来得及开枪的守卫。如果这种状态持续下去，许家烟将一个人杀穿整个人质藏匿点。
然而等他冲进负一层的大厅之时，却看到在这面积不小的空间里，中间区域的地上蜷缩着15个女孩子，看年纪大概都是17、18岁，被扎带捆住手脚，嘴巴也被宽胶带给缠住了。她们的身上只有贴身衣物，双眼皆是红肿着，脸上还有着未干的泪痕，眼睛里充满了恐惧与绝望。只是那年轻的身体上还有着非常明显的青紫伤痕，明显受过暴力殴打。许家烟没有立刻上前，他的目光锐利地投向客厅后方，长刀横在身前，全身肌肉紧绷。一股比较明显的腥气已经从四面墙壁的镂空花纹里散发出来，钻进了他的鼻尖。3个身穿黑衣的男人从大厅的另外一端缓步走了出来。这3个男人都蒙着面，那一身紧绷在肌肉表面的黑色劲装和其他防守者的装扮截然不同，明显是擅长近战的武者。不过从露出来的眉眼来看，这3人应该都不是东亚人。许家烟从这几人的身上感受到清晰的力量波动，这种波动的幅度或许不如苏无忌全力爆发之时那般强烈，但明显超过了此刻的自己。为首的黑衣男人开口，第一句话就让许家烟的后腰处升起了一股凉气。迎月、官职、华夏、许家烟，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我想也是最后一次。许家烟的肌肉紧绷，握着长刀的手已经开始用力，但却并未立刻出手，冷冷反问道：你们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为首的黑衣男人说道：因为你是钱德勒先生注释了多年的作品。许家烟的眉头一皱，冷声说道：他叫钱德勒。或许真名不叫这个，但我们都这样称呼他。为首的黑衣男人说道：他是我们的老板，神秘又强大。神秘是神秘，但没看出来有多强。许家烟冷冷说道：我要把所有人质都带走，你们如果现在让开，那么就不用死在我的刀下。你想救他们，你能救得了所有人吗？为首的黑衣人摇头笑了笑，这笑容之中明显有着些许嘲讽之意。钱德勒先生特意让我们兄弟3人留在这里，就是为了给你造成一点麻烦。他顿了顿，语气变得玩味而残忍。当然，我们口中的这小麻烦对你们营院而言可能是灭顶之灾。说着，这黑衣人拍了拍手：弟弟，给官职看点有意思的。站在他左右的2个人忽然一拉一拽，从旁边的阴影里拖出了2个一丝也不挂的女人。原来这里不止15名人质。这2个黑衣人很随意的一扬手，便将那2个女人丢出了好几米，越过了15名人质，摔在了许家烟的面前，脸部和地面重重接触，发出让人心悸的闷响。这2人都还活着，可是即便摔得满脸是血，可他们却仿佛感觉不到疼痛，反而像蠕虫一样爬过来，死死抱住了许家烟的腿，眼神涣散，涕泪横流的哀求：给我，求求你给我打1针，我要，快给我。许家烟的眉头狠狠皱了起来，他已经看到了这2个女人的肘弯处有着密密麻麻的针孔，一股无法压制的怒意从心头涌出。许家烟咬着牙狠声骂道：你们这些混蛋！为首黑衣人的声音带着残酷的笑意：看啊，官职，现在我们才是他们的神，我们让他们做什么，他们就会做什么。你觉得你该怎么才能救了他们？许家烟的心脏一颤。这时候，未央那平静到不含一丝感情的电子声在通讯器中响起：官职，杀了他们。飞鱼已经带着几个银月杀手冲了进来，
但是他们虽然端着枪，却并未扣下扳机。眼前的情景明显超出了他们的预判，而两支小队的指挥者官职此刻正陷入天人交战之中。因为未央的命令像一把冰锥，狠狠刺入他的脑海。这个命令虽然是说给官职听的，可是所有参与突袭10号藏匿地的银月杀手也全都能听见。杀了他们，杀了这2个被毒品折磨到失去自我的女人。可是即便他们已经如同行尸走肉，可也是无辜的。许家烟那握刀的手明显轻轻颤抖起来。他又不是没杀过人，可是他的刀锋向来只指向那些毫无人性可言的敌人。难道此刻要对2个手无寸铁的女性受害者挥刀？而那3个黑衣人又齐齐拖出了一名女性人质，挡在了自己的身前。这样一来，飞鱼和其他队员们也没有了射击的角度了。那3个黑衣人就站在不远处，好整以暇地看着许家烟的挣扎，仿佛在欣赏一出精彩的戏剧。为首的黑衣人微笑着说道：官职，动手吧，毕竟如果钱德勒先生在这里的话，他一定会对你现在的犹豫很失望。未央，你要我杀了他们？许家烟这句话虽然是疑问，可他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恳求。他们已是敌人的武器。未央的声音听起来依旧很冷静。他们的哀求会干扰你，束缚你，甚至会把你的整个小队葬送在这里。他通过许家烟和飞鱼等人胸前的记录仪，已经实时看到了这边的情景。时间仿佛凝固，许家烟能清楚地感受到抱住他双腿的女人那疯狂的渴望和迸发出的力量。同样，他也能看到这2人的眼中除了毒瘾之外，还残存着一丝痛苦和茫然。哇！许家烟深吸了一口气，眼底浮现出了一抹痛苦。未央，我是来救他们的。官职，服从命令。未央并未加重语气。你不再是单打独斗的杀手，你需要对整个小队负责。就像我并不想待在指挥车里，但现在还是不得不在这儿发号施令。许家烟的眼睛里再度闪现出了一抹挣扎，他的牙齿咬破了嘴唇，淡淡的血腥气息已经传进了他的口中，手中的长刀也缓缓抬了起来。不，未央！许家烟的话还没说完，就见到那个为首的黑衣人忽然打了个响指。这一刻，那2个失去了理智的女人忽然变了表情，她们的眼睛里闪过了惧怕和狠辣交织的神色，像是条件反射一般，同时张开嘴巴，狠狠咬向许家烟的大腿。这一下，许家烟往后退了一步，甩开了这2个女人，本能地手起刀落。唰，2道血光旋即从他们的身上溅了起来。许家烟这一刀直接劈断了他们的脖颈。这2个女人听到了响指之后，便放弃了所有思考，立即咬人，显然经过了严苛的条件反射训练。而这训练的过程必然是无比的残酷，以及毫无人性。3个黑衣人哈哈大笑，笑声之中满满都是嘲讽。为首的那个男人说道：官职，钱德勒先生肯定在通过摄像头看着这里，你刚刚的那一刀一定会让他很开心。你们真该死！许家烟听着这些笑声，低头看了看那2个身首异处的女人，眼里又浮现出了一层痛苦。事实证明，未央是对的。这种时候的优柔寡断，会害了自己，也会害了小队里的所有人。许家烟咬着牙问道：这样的人质，你们还有多少？
那个为首的黑衣人给出了一个让许家烟有些看不到希望的答案：你要多少就有多少。未央，如果你在现场，你会怎么办？雪人饶有兴趣地问道。马尾辫姑娘摇了摇头：我根本不会出现在那里。师姐。雪人挑了挑眉毛，这个答案明显有些出乎他的预料了。为什么？未央的语气里不含一丝感情，完全就像是个置身事外的旁观者。如果我不是成为了银月的指挥官，那么那些人质的生死与我又有什么关系？雪人听了这无情的话，竟是没有丝毫不满，反而笑了笑。这样最好，可以保持足够的冷静，处在银月指挥官的位置上，最好不含一丝对于人质的同情，而这是恰恰是我之前做的不够好的地方。他是一线杀手出身，是怀着理想加入银月的，和未央截然不同。如果执行任务的时候被情感所左右，无疑是大忌。就像此刻的官职。马尾辫姑娘看着屏幕里实时传输回来的画面，头也不回地说道：雪人先生，你刚刚的话听起来并不像夸奖。雪人的眼睛里浮现出了一片轻松之意，笑道：你和小央无疑是最适合银月指挥官的组合，虽然这一战的结果还没出来，但我知道我已经可以放心退休了。显然这一次他出现在指挥车上，无疑代表着银月的权力交接。未央却摇了摇头：雪人先生，未来的某一天，我一定会把银月交回到你的手里。雪人笑道：你是个善良的孩子，我知道，你想用这句话劝我活得久一点。未央沉默2秒钟，随后否定道：我并不善良。雪人的手轻轻落在未央的肩膀上。但是我已经老了，而只有你们才能撑得起黑暗世界的所有荣耀。此时10号藏匿点的地下大厅里，那为首的黑衣人说道：官职，你们银月这次同时进攻10几个据点，看起来势如破竹，可是你们知道迈阿密蝮蛇组织的大本营究竟在哪里吗？许家烟说道：我们早晚会知道。那就是现在还不知道了。为首的黑衣人笑道：你们无法击溃大本营，那么就算是打掉再多的据点，又有什么用处呢？说着，他松开手中的人质，抬起了2只手，同时打了个响指。啪！随着这脆响声，窸窸窣窣的声音开始在这地下客厅的四面响了起来。紧接着，刷刷刷，数道黑色细影从墙壁的镂空装饰中如电射出。这些细影速度极快，竟然全都是蛇。银月的杀手小队进攻了好几处人质藏匿点，这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些怪异的玩意儿。即便他们早有准备，可当与这种生物面对面的时候，还是感觉到了头皮发麻。许家烟的反应最快，长刀瞬间挥起，一片耀眼的刀光扫过，7、8条朝着他这边飞过来的黑蛇便被精准的拦腰斩断，数节蛇躯掉落在地，仍旧疯狂地扭动着，腥臭的味道瞬间充斥了鼻腔。然而飞鱼和其他队员可没有许家烟的刀法，他们又顾及人质的安全，还不能开枪扫射。此刻虽然拿着匕首挥舞，可杀伤效率实在是太低了。飞鱼和队员们退出去，驼鹿小队会接应你们。未央那冷静的声音在每一个队员们的耳边响起，即便那满是蛇躯的画面让人觉得头皮发麻，可仍旧没让这位银月新任指挥官的语气产生丝毫波动，依旧不急不躁。他就像是一台发号施令的机器，
始终保持着极为合理的运行速度与温度，从不过热，从不过载。飞鱼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带着小队退出去。可是那些黑色小蛇的攻击速度何其快，已经有4名队员被咬中，他们纷纷感觉到了血流不畅，身子被迅速麻痹，四肢都不听使唤，很快便摔倒在地。又有更多的蛇朝着他们的身上爬去，那密密麻麻的场景让人浑身鸡皮疙瘩骤起。虽然一条黑色小蛇毒牙里的麻醉剂是达不到致命剂量的，可是眼下地面上到处都蠕动着蛇蛆，如果这些营月杀手们被多咬几口，必然会被超量麻醉，这会引发很多不可逆的严重后果，甚至会当场丧命。不过那些小蛇并不是攻击这一处地下空间里的所有生命体，那些女人质和3个黑衣人就并未被他们盯上。未央的声音再度响起，其他人撤退，官职留下。官职留下，这是一道除了许家烟本人之外其他人都不理解的命令。飞鱼已经安全撤到了地面，他立即提出了异议。未央官职留在里面会丧命的。飞鱼，指挥官是我，不是你。未央根本就懒得跟他解释，而是转而说道：官职你能行的。我能行。许家烟一声娇喝，周身力量开始迅速流转，身形已经主动冲出，长刀连连挥起。简单的几步却彰显出极为玄妙的身法。如果苏无忌在这里的话，便能够看出来，在绝境的压力之下，许家烟进入了一种非常玄妙的状态里。短短10几秒钟的功夫，他已经将自己这半边的客厅区域清理完毕。虽然地面上全是扭动着的蛇蛆，可是一条活蛇都没有了，全都被他斩为了2截。而这时候3个黑衣人的耳朵里同时响起了那位钱德勒先生的声音：卡巴尼尔，玩得差不多了，我要看看这朵花的极限到底在哪里。然而就在他的话音刚刚落下的时候，许家烟的身形忽然跃起，一道战战刀芒越过人质们的头顶，横着斩向了那黑衣人3兄弟。那3兄弟尚未来得及动手呢，就听到通讯器里传来了一道枪响。同时钱德勒那明显透着震惊和愤怒的声音传进了他们的耳中：该死的，你是孤隼！许家烟的长刀所爆发出的刀光，眨眼之间便越过了10几米的距离，杀到了卡巴尼尔和他另外2兄弟的跟前。那灿烂的刀光如同一弯星月，无比的耀眼，整个地下大厅都已经被照亮。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许家烟这一刀竟然同时劈向3人的咽喉。如果卡巴尼尔和他的2位兄弟不做出任何防守动作的话，那么在这一刀过后，便会有3颗人头滚落在地。光是从这一刀来看，现在的官职比起莫桑科罗岛上的他来说，已经明显更胜一筹了。不过这3兄弟显然也是实力强悍，在刀芒如闪电般杀到眼前的瞬间，他们3人如同共用一个大脑，身体皆是同步后仰，反折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险之又险地避开了这断头一击。刀锋带起的劲风擦着他们上半身的衣物而过，隔着一层作战服都刮得里面的皮肤火辣辣的生疼。吭！刀光径直劈中身后的柱子，表层的金属装饰竟是直接被劈断了。而许家烟已经身随刀走，越过了10几米的距离，从那蜷缩在地的15名女人质的头顶掠过，扑杀到了3兄弟的身前。
他主动欺近，以身入局，明显就是为了避免那15个只穿着贴身衣物的女孩受到刀光的波及。而有这个出发点和前提条件，就会让他多了许多顾忌，会比卡巴尼尔3兄弟更加掣肘。埃克斯、马坦伦动手，拿下他！为首的老大卡巴尼尔厉声喝道。许家烟的刀光一出，他的眼中再无之前的戏谑和嘲讽，取而代之的是浓浓的凝重。这3兄弟彼此之间都是差了2岁，从少年时期就开始每天配合，默契无比。几乎在卡巴尼尔的话语一出口，3人瞬间就成品字形，将许家烟围在了中间。然而许家烟不管两侧的威胁，长刀直接斩向卡巴尼尔，似乎眼睛里只有对方这一个人。那长刀的刀芒湛湛，其中似乎蕴含着无比强烈的压迫力，挥斩之间使得卡巴尼尔都不得不退避3舍，被凌厉的刀光生生地逼退了好几米。也正是由于许家烟的这个动作，使得战圈瞬间被推移至了整个大厅的另外一侧，那些人质们起码又多了10几米的安全距离。而在许家烟的作战服上，佩戴着可以实时传输画面的记录仪，飞鱼和他的队员们在撤出地下空间的时候，也把记录仪留在了楼梯和大厅的角落里。因此，这里的战斗画面依旧可以被实时传输到营月的指挥车上。此刻，包括那些技术人员在内，所有人皆是屏息凝神，注视着屏幕。雪人率先打破了沉默。如果官职不在意那些人质的话，说不定第一刀就已经造成一个敌人重伤了。而刚刚还声称自己不在意人质性命的未央却说道，如果那样的话，就不是营月的官职了。变得像你有什么不好？雪人说道。未央淡淡道，他看起来妩媚风骚，实则善良的要命，这是骨子里的东西，我没必要逼着他改变。他这句话是用华夏语说的，也不管雪人能不能听得懂。雪人咂巴了一下妩媚风骚这个词，总觉得不是什么好词儿，其中似乎有点稍微针锋相对的意思。不过联想到未央的真实身份，他就明白这种微微的针锋相对到底来自于何方了。但你今天确实是在逼他做出一些改变。雪人说道。是的。未央没有否认这一点，他顿了顿，看着许家烟又挥出了极其漂亮的一刀，同时逼退埃克斯和马坦伦2人，又说道，这里是黑暗世界，是世界的另一面，多一些锋芒没什么不好。随后他把通讯器放到嘴边，发号施令，驼鹿小队进去解救人质，带走伤员，飞鱼小队负责周围警戒。毫无疑问，此刻趁着卡巴尼尔3兄弟被许家烟一人牵制住，是解救人质的最佳时机。况且在地下大厅的地面上还躺着4个被蛇咬到昏厥的营月成员呢。即便在观战之时，未央仍旧能够有条不紊地下达这些命令，头脑冷静，思维清晰，让雪人的眼睛里满是激赏。这位营月前指挥官说道，他要是见过你的这一面，估计会被迷到难以自拔的。未央不吭声了。此刻战斗已经非常激烈了，现场的气爆声和金铁交鸣之声不绝于耳。3兄弟使用的并非是常规兵器，而是一种带有倒钩的短刺刀，招式阴狠，攻击角度刁钻之极。这3人各有分工，一个专攻许家烟的下盘和腿部关节，另一个攻击咽喉和面部等脆弱部位，最后一人时时刻刻盯着许家烟的后背，
一旦后者照顾不到后方，便是立刻朝着后心位置祭出一记阴狠毒辣的突刺。这三兄弟的无间配合几乎找不到什么破绽，给许家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那带着倒钩的短刺简直犹如复古之躯，根本不给他留下太多的闪避空间。如果不是许家烟最近几乎在利用所有的时间练习刀法，他恐怕早就重伤倒地了。这时候驼鹿小队已经进来，陆续把人质解救出去了。看着明显受到了压制的许家烟，队长驼鹿不禁说道：未央，我们要不要帮忙？我看官职现在有些压力。不需要，你们撤出去。未央的语气里带着一股淡淡的霸道意味。另外，不需要你们给我提建议。这位新任指挥官在对待官职的时候，明显要比对其他的队员要更有耐心一些。是。驼鹿只能带着队员们离开。雪人说道：如果是我会告诉驼鹿，他们在近战的时候不是那3个黑衣人的对手，留下来只会拖累官职。这种说法他们也更容易接受一些。未央摇了摇头：我是指挥官，而这里是战场，必须做到令行禁止。顿了顿，他补充了一句：以前的营乐优点与缺点都太明显了。听了这评价，雪人丝毫不觉得尴尬，而是笑了笑，说道：杀手教官也经常这么评价我，现在看来他也可以放心的退休了。未央在听到了这个名字之后，眼弧之中的波光微微一动，言语上并未给出任何的反馈。雪人又笑了起来，随后看着屏幕说道：或许官职已经坚持不了太久了，指挥官，你的下一步棋在哪里？未央却淡淡说道：我没有安排下一步棋。雪人说道：我不信。未央说道：因为在他那张更大的棋局里，我也只是一颗棋子。雪人这句话听起来并没有任何的挫败感。未央的语气终于带上了一些情感上的波动，唇角也勾勒起了一丝弧度来。能成为一颗有用的显眼的棋子，难道不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吗？雪人露出了了然的神情，随后说道：我发现杀手教官最近也有和你类似的想法。未央的语气转冷：你总在我面前提到他，让我觉得你是在挑事儿，雪人先生。雪人哈哈大笑，笑着笑着又剧烈地咳嗽了好几声，随后他的眼睛一亮，盯着屏幕喊道：就是现在，就在5招之内。吭吭吭吭。此时的地下大厅之中，金铁交鸣之声极为密集，震得人耳膜生疼。许家烟将手中长刀舞得密不透风，刀光织成一片银网，抵御着来自3个方向的疯狂攻击。他已经是超常发挥了，但是这3兄弟的武器太过诡异，数十次交锋下来，他的衣角已被划破，大臂上也添了一道火辣辣的血痕，还好肌肉没有被完全割开，这条胳膊的战斗力并未受到太多的影响。这种超高强度的战斗，每一秒都在生死边缘游走，使得许家烟的呼吸明显变得急促，额角已然沁出细密的汗珠，后背的作战服都被汗水浸湿了。他感觉自己的力量在快速消耗，对方的包围圈却在不断缩小，攻击频率也是越来越快。那3兄弟眼看着官职越来越吃力，眼睛里重新露出了猫捉老鼠般的残忍笑意。官职，你的挣扎很有趣，但该结束了。卡巴尼尔老大瞅准一个破绽，短刺如毒蛇出动，
直接刺向许家烟的心口。这一击简直把快准狠发挥到了极致，而处在许家烟身侧的埃克斯和马坦伦几乎封死了他所有闪避的空间。死亡的阴影瞬间笼罩下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许家烟的身形骤然一冲，这一次他的速度远胜之前。他的身影化作一道残影，手中长刀嗡鸣，借着前冲之势狠狠地劈在了卡巴尼尔的短刺上。这一次刀光无比凌厉，无比精准。铿，剧烈的兵器撞击声响起，许家烟看似已经挡下了这致命一击，然而许家烟的长刀没有丝毫的停顿，反而在卡巴尼尔的短刺上借力变向，划出一道完美的弧线，刀芒如同毒蛇吐信，瞬间抹过了旁边老二埃克斯的脖颈。唰，刀光一闪，埃克斯的身形狠狠一颤，他难以置信地低下了头，感受到脖子间已是一片清凉。紧接着清凉的感觉便被温热所取代，鲜血开始从脖子间的伤口汩汩涌出来。埃克斯看到自己胸前的衣物都已经被染红了，而他浑身的力气似乎也都随着这些鲜血从伤口里涌了出去。显然许家烟这一刀是早就算计好的。他一把扯下了自己的面罩，大口喘着粗气说道：就算我死在这里，也不可能让你们这群禽兽好过。确实，雪人的预测是没错的，5招之内，官职直接干掉了一个敌人。看着弟弟咽喉间那触目惊心的伤口，卡巴尼尔目眦尽裂。官职，你今天必须要死！卡巴尼尔大吼了一声，随后身形暴起，冲向了看似已经力竭的许家烟。面对着这霸道的攻击，许家烟提起全身仅剩的力气，再度举起了长刀。虽然双臂都已经变得很沉，虽然疲惫已经笼罩全身，但是他依然没有退缩，依然想要挥出这一刀。然而就在这一刻，许家烟发现自己的眼前忽然多了一个年轻的背影。就在许家烟准备拼尽最后力气迎接卡巴尼尔这含怒一击的刹那，一道他熟悉到骨子里的身影如同鬼魅般悄无声息地切入战圈，精准无比地挡在了他的身前。这背影并不算特别宽阔，却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稳定感与安全感，仿佛一座瞬间拔地而起的山岳，将所有的狂风暴雨都隔绝在外。剩下的交给我吧。平静的声音响起，没有一丝波澜，却带着一种让人心安的力量。是苏无忌，他来了。这个青年的出现，许家烟紧绷到极致的心弦骤然一松，他那强行提着的一口气泄掉，强烈的虚弱感与疲惫感瞬间涌遍全身，让他几乎有些站立不稳了。毕竟自从许家烟跟随陆天星学刀以来，这是他所经历过的最惊险的战斗了，每一秒都是险象环生，对于体力和精神的消耗都堪称巨大，已经到了让他身心崩溃的边缘了。许家烟长刀主地，才勉强支撑住身体。他看着这个及时出现的背影，眼中闪过复杂的光芒。那是绝处逢生的庆幸，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信赖，以及无法用具体的词语来表达的想念。他又一次地救了自己。许家烟知道，自己这辈子对于这个青年的依赖症应该是戒不掉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安全感涌上心头，他张了张嘴，想说的话有千言万语，却只是低低唤了一声：无忌。
暴怒中的卡巴尼尔根本不管来者是谁，他的眼中已经被血丝和愤怒所布满。亲弟弟被割开了喉咙，惨死眼前，现在的卡巴尼尔只想用最残忍的方式杀掉许家烟，为弟弟报仇。那带着倒钩的短刺近乎撕裂了空气，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刺向苏无忌的咽喉。面对这狠辣刁钻的一击，苏无忌不闪不避，只是简单的一侧身，一抬手，一道紫芒骤然生出。这紫芒比刚刚的黑色小蛇可要灵动得多，如同灵蛇出洞，瞬间缠绕上了卡巴尼尔的短刺。紫色软剑出手，那化成了绕指柔的剑身已经精准地扣住了短刺上的细小倒钩。这动作看起来舒缓而轻松，仿佛早已预判了对方所有的攻击轨迹。卡巴尼尔便感觉到明显有一股强大的力量从对方的软剑上袭来，使得他完全失去了对短刺的控制。苏无忌的大臂一挥，随后力量爆发，借势一拉，卡巴尼尔便被拉得往前踉跄了一大步，被带至了苏无忌的身前。紧接着，苏无忌的左手精准无误地搭上了对方那握着短刺的手腕，一搭一扣一拧，简单至极的动作却无比的行云流水，流畅到了极致，甚至透着一种化繁为简的玄妙感。咔嚓，一声令人牙酸的骨裂声清晰响起，卡巴尼尔顿时发出一声无比凄厉的惨叫。随着苏无忌的这一拧，他的手腕便已经以一个诡异的角度扭曲着，手中的短刺也是哐当一声掉落在地。他被这一股力量带着摔出了好几米，眼中的疯狂与愤怒已经被难以置信的痛苦和惊骇所取代。仅仅一个照面，他用来拿着武器的右手就被废掉了。这一切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快得让旁边的老三马坦伦根本来不及救援。马坦伦看着大哥瞬间被废，牙眦欲裂，狂吼一声，挥动短刺从侧后方扑向苏无忌。小心！许家烟喊道。就在他正要提起长刀的时候，苏无忌仿佛背后长眼，在马坦伦动身冲刺的一瞬间，他已经微微侧身，反手一挥，紫色长剑后发先至，精准地劈在了那根短刺上。马坦伦只感觉到苏无忌的力量远远超出了自己的承受力，整个手腕皆是一麻，而这种麻木感随后暴增，瞬间传遍了半边身子。他凝聚起来的力量立刻溃散，前冲的势头硬生生地戛然而止，整个人僵在了原地，脸上充满了惊恐。而那把短刺也是直接摔在地上，发出了清脆的声响。苏无忌的动作不停，一个简单大跨步忽然出现在了马坦伦的身侧。他的左脚如同鞭子抽出，看起来并没有太多的发力，却精准命中马坦伦的膝关节侧面。咔嚓，又一声骨头断裂的脆响，马坦伦的支撑腿被这一记鞭腿抽得瞬间变形，整个人如同被砍倒的木桩，惨叫着跪倒在地。显然一条腿被废掉，让他彻底失去了战斗力。然而这还没完，苏无忌的左手顺势一扣一拧，又是把马坦伦的右手手腕干脆利落地拧断了。马坦伦发出了一道惨叫声，倒在地上哀嚎不已。漂亮！许家烟激动地喊道。苏无忌的动作实在是太流畅了，挑不出一丝一毫的毛病，完全是极致的碾压。喊完了这一声，许家烟觉得脑海里有些眩晕感，
身形不禁随之一晃，已经来不及用长刀支撑地面来稳住平衡。然而预期的摔倒并未到来，一只温暖而有力的手恰到好处地在他后腰处轻轻拖了一下，稳住了他的身形。那只手掌似乎带着灼热的温度，透过作战服，让他那疲惫不堪的身体瞬间感受到了融融的暖意。一个人在这里逞强呢？苏无忌没好气地问道。其实这语气倒不是责备，反而更像是一种无奈的确认。当然，许家烟能感觉到苏无忌的话语中有一点点不爽，那不是对敌人的愤怒，而是看到他身陷险境，受伤力竭后，自然而然的情绪流露。许家烟刚想嘴硬，但对上他那双仿佛能看透一切的眼睛，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稍稍扬脸，微微笑道：不然呢，亲爱的，我可不想被你甩开太远了。你们女人都有毛病。苏无忌轻轻叹了口气，这声叹息很轻，却像羽毛一样扫过许家烟的心间，让他身心俱暖。你今天表现很不错了，都不像我认识的那个徐小浪了。苏无忌伸出手，轻轻触碰了一下许家烟那持刀的手腕，声音放缓，带着一种引导式的温柔。对了，我刚刚的动作你都看清楚了吗？许家烟微微一怔，他没想到苏无忌竟然会突然这么说。我都看清楚了，你好厉害，但是我做不到。苏无忌继续说道：你的刀追求速度和杀伤，这没什么问题，但在劣势和困境中，眼睛不能只盯着敌人的武器和要害，要感受他们的事，预判他们力量流转的节点。感受他们的事，预判力量节点。许家烟喃喃自语，原本因力竭而有些涣散的眼神重新聚焦，并且变得更加深邃。没错啊，苏无忌说道。有时候在面对数量超过自己的敌人之时，迅速瓦解他们的合击阵型，比杀死对手更有效，也更节省力气。他的话语如同醍醐灌顶，瞬间在许家烟的心湖中投下了一块巨石。我好像明白了一些。许家烟开始回想起刚才苏无忌那看似简单却妙到毫巅的出手，看似碾压级别的表现，实则每一步都精准地打在卡巴尼尔和马坦伦就力已尽、心力未生的节点上，以最小的代价瞬间瓦解了对方狂暴的攻势。这不是蛮力，是洞察，是技巧，是对战斗本质更深层次的理解。我和你练习的刀法是一样的，所以我有东西可以教给你。你看。苏无忌一边说着，一边用指尖在空气中轻轻划过一个弧度，模拟着刚才瓦解卡巴尼尔攻势的轨迹。准确地找到那个节点，轻轻一碰就够了。许家烟感觉自己仿佛触摸到了一层新的境界壁垒。之前他凭借天赋和苦练，短时间内刀法大进，但始终缺少一种灵性，那是一种在复杂战局中掌控节奏的智慧。而苏无忌此刻的指导和示范，就像是一把钥匙，为他把这扇门真正的推开了。虽然身体依旧疲惫，但许家烟的精神却进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亢奋和明悟状态。他看着苏无忌用力地点了点头，俏脸上多了一抹领悟的神采。我好像明白了一些。苏无忌看着他眼中重新燃起的光芒，微不可察地点了点头，嘴角微微向上翘了一下。那微笑的弧度轻微的几乎不存在，却足以让一直盯着他看的许家烟捕捉到。当然，始终盯着屏幕的营乐指挥官也看到了这表情。这种时候还不忘了调情？他冷哼了一声。雪人笑着说道：不是调情，
是帮助银月的主力杀手变得更强大。未央说道。雪人先生相信自己刚刚说的这话吗？雪人一本正经地说道。我从不说谎。未央淡淡道。那这句话就是最大的谎言了。紧接着，他的眼光随之一震。不仅是他，那些始终盯着屏幕的技术人员们，也都没预判到此刻情节的走向。因为这指挥车里的所有人都看到许家烟居然一歪头，稍稍点了一下脚尖，在苏无忌的嘴唇上吻了一下。苏无忌的身形微微一僵，紧接着指挥车里的所有人都听到，此时已经疲惫不堪的官职居然开口说了一句让他们完全没想到的话：咱俩什么时候睡一觉啊？放心，我自学成才，会的花样一定比木哥姐多很多。指挥车里一片寂静，紧接着未央的冰冷声音传进了所有人的耳朵：把所有屏幕都关上，切断前方通讯，立刻。指挥车内空气仿佛都凝固了，技术人员们强行压下浓郁的八卦之心，动作迅速地执行了未央的命令，屏幕瞬间黑了下去。前方通讯的指示灯也由绿转红，切断了与地下大厅的声音连接。车内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安静，只剩下设备运转的低沉嗡鸣，以及几声极力压抑却还是不小心被口水呛到的咳嗽。这里的人并不知道未央的真实身份，但都觉得官职此刻说出这么开放的话语，让同为女人的指挥官未央有些不太开心。雪人摸了摸鼻子，脸上是想笑又觉得场合不对的复杂表情。他随后揉了揉发酸的脸部肌肉，转头看向了未央。未央负手而立，站得笔直，依旧盯着那已然漆黑的屏幕，仿佛能透过他看到远处交战现场的情景。指挥车内昏暗的光线下，他眼中有某种情绪一闪而过，快得让人抓不住，但那应该肯定不是愉悦。即便未央戴着下半边脸的面罩，可雪人仍旧能够感受到他的侧脸线条绷得很紧，嘴唇用力地抿着。此刻他下颌线的线条必然是无比冷冽。看来雪人终于还是没完全忍住，声音里带着一丝调侃：官职的学习能力确实很强，而且学习范围相当广泛。未央没有回应这句调侃，他沉默了几秒，开始对着通讯器下令，声音恢复了平时的冷静，甚至更冷硬了几分。驼鹿，确认人质和伤员转移情况。飞鱼，扩大警戒范围，确保撤离路线绝对安全。这通讯对象只是除了官职之外的其他队员。收到，明白。主力杀手们的回应让未央重新找回了节奏。他转过身，不再看那黑掉的屏幕，而是开始快速浏览旁边技术员调出的周边地形图和杀手定位图，仿佛刚才那段插曲从未发生。但雪人知道，未央从一开始那指挥若定的心态已经出现了些许的变化了。接下来的音乐会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了，他微笑着说道。他知道未央嘴上表达着不爽，心里其实是极为在意官职安危的。刚才许家烟被卡巴尼尔逼到绝境时，他分明看到未央放在背后的手攥紧了拳，直到苏无忌出现才松开。未央淡淡地评价了一句：雪人先生，你真是唯恐天下不乱。雪人一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表情：不是唯恐某人的后宫不乱。10号藏匿点，地下大厅。通讯被突然切断，许家烟微微一愣。
他脸上那点因为领悟新境界和主动偷亲成功而带来的得意狡黠还没褪去呢，眨了眨眼，看向苏无忌，问道：是信号断了，还是那位新任指挥官未央不想听到我和你调情？想到那位新任指挥官的身份，苏无忌的面部肌肉已经控制不住地僵硬了起来。他那放在许家嫣后腰上的手不轻不重地捏了一下对方腰侧的肉，无奈地说道：徐小浪，你真是什么都敢说。他指的是他最后那句和睡觉有关的豪言壮语。许家嫣被掐得哎呦一声，却笑得像只偷腥成功的猫。他随后小声说道：你捏我腰干什么？再往下那移一点，那里翘得很，捏起来更舒服。疲惫让他的笑容有些虚弱，但眼神却无比的明媚动人。这一刻的许家嫣和刚刚那一往无前的官职简直不像是同一个人。这种话以后关起门来再说。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许家嫣顺势往他身侧靠了靠，小嘴一撅，声音里透着一股娇媚的意味。不然呢？刚跟苏老师学会新知识，不得找个机会讨点奖励？苏无忌懒得跟他在这个问题上纠缠，这姐们有时候胆大妄为的让人头疼，要是再被他这么紧贴下去，自己就会控制不住的不淡定了。天生尤物，真是要人命。苏无忌的目光扫过地上的卡巴尼尔和马坦伦，以及早已咽气的埃克斯，眼神重新变得冷冽起来。现在感觉怎么样？苏无忌看向卡巴尼尔，冷冷问道：知道我为什么没杀你们吗？你们该死，真该死！卡巴尼尔双眼血红，怒骂道。他本想好好玩弄一下许家嫣，却没想到他们三兄弟反而成了被捉弄的那一方。弟弟埃克斯的尸体躺在一边，而这一对年轻男女在这种时候居然还当着他们的面在旁若无人的调情。我要杀了你们，我要你们陪葬！因剧痛和愤怒而近乎疯狂的卡巴尼尔重新调集全身的力量，挣扎着用左手捡起了短刺，低吼一声，不顾一切地再次扑来。面对这垂死的反扑，苏无忌本想直接出手了结掉对方的性命，但他眼角的余光却瞥见许家嫣的眼神，他眼中的媚意瞬间褪去，而是充满了一种跃跃欲试的战意。而一旁断了腿的马坦伦也强忍剧痛，用单臂支撑着身体，试图找机会干扰许家嫣。苏无忌的心念一动，松开了扶住对方后腰的手，侧身让开半步，低声道：交给你了，用你的刀来解决战斗。此时卡巴尼尔拼尽了剩余的力气，短刺直直地刺向许家嫣的小腹。不过由于失去了一只手作为力量流转的支撑点，使得他这一击的动作稍稍慢了半拍，更暴露了就力刚泄心力未生的空当。许家嫣的眼睛随之一亮，她再度深吸一口气，强压下身体深处的疲惫感，手腕一震，长刀发出一声轻鸣。他没有去看卡巴尼尔那因疯狂而显得狰狞扭曲的面孔，也没有去捕捉那一把短刺的攻击轨迹。许家嫣此刻的精神前所未有的集中，感知力如同水银泻地般蔓延出去。刹那间，世界在他眼中仿佛慢了下来。他看到了卡巴尼尔前冲时那失衡的势，也感知到了对方力量流转的薄弱节点。就是现在，许家嫣动了。他的动作不再像之前那样追求极致的速度与爆发，而是带着一种顺应水流般的自然与精准。长刀划出一道简洁的弧线，并非不管不顾的硬汉，
而是如同蜻蜓点水，刀尖精确无比地擦过袭来的短刺侧面某个位置。吭！一声精铁交鸣的轻响，那短刺竟被带得偏离了方向，从卡巴尼尔手中斜斜地飞了出去，深深扎入一旁的墙壁。漂亮！苏无忌已经喊了出来。卡巴尼尔的战斗经验也是相当丰富，哪怕短刺脱手，心中极为震惊，可仍旧用完好的那只手攥成了拳头，狠狠轰向许家烟的腹部。然而几乎在同一时间，许家烟的身形借着挥刀的势头微微一转，恰到好处地避开了卡巴尼尔最后一击的锋芒。在两人的身形交错而过的瞬间，他的刀柄顺势向后一撞，如同早就计划好一般，沉重地击打在卡巴尼尔因前冲而完全暴露的肋下。许家烟的学习能力极强，完全掌握了苏无忌刚刚所说的精髓。噗！卡巴尼尔忍不住地喷出了一大口鲜血，他只觉得一股刁钻的力量透体而入，瞬间打乱了自身所有的力量运转，甚至他感觉到自己肺里的空气都被许家烟这一击给强行挤出，忍不住地发出了一声痛苦的闷哼。这一击之下，卡巴尼尔的前冲之势戛然而止，像被抽掉了骨头般软倒在地，整个人蜷缩着，依然再也无法构成威胁。这一切发生在电光石火之间，许家烟却没有丝毫停顿，他没有用刀，而是遵循着苏无忌刚才的示范，左手如闪电般探出，一搭一扣一拧，咔嚓，又是一声令人牙酸的脆响。许家烟这动作流畅至极，精准地复制了苏无忌之前废掉卡巴尼尔右手腕的过程，直接拧断了对方的左手腕。啊，混蛋！卡巴尼尔痛苦地吼着。许家烟的身形一转，长刀又从对方的脚踝处扫过，卡巴尼尔的左脚踝直接被切断了一大半，小腿和左脚之间只剩下小半截骨头和皮肉连着了。啊！凄厉的惨叫再次回荡在大厅中。这家伙瘫倒在地上，看着自己鲜血淋漓的左脚，眼中只剩下绝望。许家烟搞定了卡巴尼尔，目光已然锁定了最后的目标——马坦伦。而这时候，位于银月指挥车里的未央说道：“打开屏幕和通讯，看看官职情况如何了。”虽然有些吃味儿，但是这位新任指挥官还是公私分明。雪人笑了笑，微微颔首。屏幕被重新打开，许家烟正拎着刀走向马坦伦。此刻，即便这些对功夫一窍不通的技术人员，都明显感觉到，此刻官职的气质似乎和之前有些不太一样了。马坦伦之前被苏无忌废掉了一只手，一条腿，几乎失去了反抗能力。他看到大哥也被瞬间制服，眼睛里终于被无边的恐惧占据，连忙用单手撑着身体，拖着断腿，想要后退。但许家烟往前一跨，忽然加速，娇媚的身形已经如同鬼魅般奇经。随着一道咔嚓声，马坦伦仅剩的左手手腕也被干脆利落地拧断。徐小浪这时连力量流转都在模仿着苏无忌。随后许家烟的长刀直接捅进了对方的小腹，手腕一拧，刀锋一转，一道血窟窿便被他在对方的腹部生生拧了出来。马坦伦的腹部被洞穿，惨叫了一声，当场昏死了过去。许家烟做完了这一切，拄着长刀深深喘息。他的作战服已经快要湿透了，额头的汗水顺着脸颊滑落，但眼神
却亮得惊人，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信和畅快。他不仅仅是以力破局，更是用苏无忌所临场传授的战斗智慧与攻击技巧，以一种近乎艺术的方式瓦解了敌人的垂死反扑。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看着官职此刻的表现，就连未央也忍不住地说道：“很好。”虽然这语气淡淡，但谁都能听出其中有着一丝赞赏之意。雪人笑道：“还好今天晚上的官职蜕变了，没有辜负你的一片苦心。”对于许家烟来说，这种通过细节来掌控局面的感觉，比之前任何一次依靠速度与力量的胜利都更让他着迷。他回过头看向苏无忌，眼眸中闪烁着亮晶晶的星光。苏无忌迎着这漂亮姑娘的目光，缓缓点了点头。这一次，他嘴角翘起的弧度又明显了许多。很好，学得很快，记住这种感觉。许家烟的俏脸上顿时绽放出灿烂的笑容，仿佛所有的疲惫都在这一刻被驱散。他走了回去，故意凑得近了些，气息拂过某个青年的耳廓。知道啊，苏老师，那人家学得那么好，你要不要给你的女学生一点奖励啊？苏无忌觉得有点不淡定，他深吸了一口气。你想要什么奖励？徐小浪的声音娇滴滴的。打了一晚上，人家饿了，想吃东西。这表情，这声音，让人本能地感觉到他想吃的东西肯定不太正经。就在苏无忌被撩拨的控制不住的时候，一道冰冷无情的声音在许家烟的通讯器里响起：“官职立刻归队，不许耽搁1秒钟。”